家里刚买回来的盆栽枝繁叶茂，但很多人总是担心它哪天突然挂了，心里总想着要是能多变出几盆来，把家里阳台变成一座小森林该多好。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剪刀，把枝条剪下来插进土里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扦插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剪下来的枝条往往撑不过几天，叶子就开始发黄变软，最后整根烂掉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这个方法，完全不需要动剪刀，也不需要提前准备泥土，甚至不用担心这一刀下去会不会把花给剪死了。这种方法就是利用植物原本的生理特性，让枝条在不脱离母体的情况下直接生根，成活率几乎是100%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繁殖技巧，更是一种顺应植物天性的智慧。很多人扦插失败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切断了植物的生命线。一根枝条原本长在母株上，它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水分和养分的支持，这就像是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婴儿，通过脐带获取营养。当你咔嚓一刀剪断的时候，这根枝条就瞬间变成了孤儿，它必须靠自己体内残存的那一点点能量，去完成伤口愈合、重新分化细胞、长出新根这一系列艰难的任务。如果这时候环境稍微干燥一点，或者温度稍微高一点，枝条体内的水分蒸发速度大于它吸水的速度，它很快就会脱水死亡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方法，其实就是模拟自然界中很多植物的自我繁衍方式。首先，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，繁殖植物不一定要等到春天。虽然春天万物复苏，确实是长根的好季节，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剪枝的繁殖法来说，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进行，只要你家里的温度不是低到结冰，或者高到把人晒晕，植物的活性都在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家里养了黄金葛、常春藤、球兰、茉莉花，甚至是月季和九重葛这类花草的朋友，这个方法简直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。你看那些长得长长的枝条，别急着觉得它们乱，那都是未来的新苗。你只需要准备一个透明的容器，比如喝完饮料的塑胶杯，或者家里闲置的玻璃瓶，再准备一点清水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选枝条。请你走到你的花盆前，仔细观察那些伸出来的枝条，不要选那种刚刚长出来的、嫩的像豆芽一样的枝条，那种枝条虽然活性高，但是太脆弱，稍微一折就断了，而且存不住养分。也不要选那种老的皮都裂开、硬得像筷子一样的老枝，那种枝条细胞已经木质化，生根速度会非常慢。我们要选的是那种所谓的半木质化枝条，颜色通常是从嫩绿刚开始转变为褐色，摸起来既有韧性又有一点硬度，这种枝条正处于青壮年时期，生命力最旺盛，生根也是最快的。选好枝条之后，不要动剪刀，你只需要把这个花盆搬到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在花盆旁边放上我们准备好的装水容器。这里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，这个装水容器的高度最好能和花盆里枝条生长的高度配合一下。如果花盆放在架子上，你可以拿个凳子或者纸箱把水杯垫高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这根长长的枝条轻轻的弯曲下来，把其中的一段压进水里。这时候有人会问了，是随便哪一段都可以吗？当然不是，植物长根是有特定位置的，这个位置叫做节点。你仔细看植物的枝条，它不是一根光滑的管子，它上面会有叶子长出来的地方，或者是有叶子脱落后留下的痕迹，那个地方通常会稍微鼓起来一点，这就是节点。节点是植物生长素最集中的地方，也是细胞分裂最活跃的地方。根系通常就是从这个节点附近爆发出来的，所以当你把枝条弯曲压进水里的时候，一定要保证至少有一个节点是完全浸泡在水里的。如果这个节点上长着叶子，记得要把这片叶子轻轻摘掉，不要让叶子泡在水里，因为叶子泡久了会腐烂，腐烂就会滋生细菌，细菌会感染伤口，导致整个计划功亏一篑。操作的时候动作要轻柔，有些植物的枝条比较脆，一用力就折断了，虽然折断了也没关系，那就变成普通的扦插了，但是成功率就没那么高了。为了防止枝条从水杯里弹出来，你可以找一个小夹子，或者是家里那种晾衣服的木夹子，把枝条轻轻固定在杯子边缘。
或者找一块干净的小石头压在枝条底部，重点是一定要稳。植物生根的时候最怕晃动，你今天把它拿出来看看，明天又把它碰歪了。刚长出来的嫩根是非常脆弱的，一晃动就断了，或者因为位置改变而停止生长。这个方法之所以叫做不用土，是因为我们前期完全是在水里观察它的生根情况。这对于新手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好处，就是可视。传统的土培压条，把枝条埋进土里，你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，是烂了还是长了，你忍不住去扒开土看一眼，这一扒往往就伤到了根。而水培压条，你可以每天清清楚楚的看到节点的变化，你会发现过了几天，那个节点的地方开始微微膨胀，出现一些白色的增生组织，这就是愈伤组织，是长根的前兆。再过几天，你会看到小白点突破表皮钻出来，那惊喜的感觉简直比买了彩票中奖还开心。但是单纯的水培往往长出来的根系比较脆弱，我们称之为水根。水根适应了缺氧的环境，一旦以后移栽到土里，很容易因为不适应土壤的摩擦和环境变化而死亡。所以我们这个方法还有一个进阶版，那就是空中压条的简化版，我们姑且叫它介质包覆法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那些枝条比较硬，没办法弯下来插进水杯里的植物，比如家里那棵长得太高的橡皮树，或者是琴叶榕。虽说是不用土，但我们需要用到一种比土更神奇的东西，那就是水苔。水苔这种东西在花市或者网上都很容易买到，它干燥的时候像一团枯草，但是吸水性极强，而且本身自带杀菌防腐的功能，透气性是一般土壤的几十倍。如果你没有水苔，用家里洗碗用的海绵，或者是几层湿润的卫生纸，其实也能应急，嘿嘿，但效果肯定不如水苔好。操作方法是这样的，先把水苔泡在水里，让它吸饱水，然后用力挤干。记住，一定要挤干，挤到挤不出水滴为止。我们要的是潮湿，不是湿漉漉。如果水分太多，枝条捂在里面不透气，很容易就闷烂了。植物生根需要的是潮气，而不是水淹。然后我们在选好的枝条节点位置，如果你想让它生根更快，可以用指甲或者是小刀，在节点下方轻轻刮掉一点表皮。这一步叫做环剥或者克伤。植物在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会本能的把所有的养分都输送到伤口处去修复，而这种修复的副产品，往往就是爆发出大量的根系。但是对于新手，我建议不要环剥太深，只要刮掉一层绿皮，露出里面白色的木质部一点点就可以，甚至不刮也可以，只是时间会稍微久一点。接下来拿出一块透明的保鲜膜，或者是家里不要的透明塑胶袋，剪下来巴掌大的一块，把我们刚才挤干的一团水苔像包饺子馅一样，紧紧的包裹住那个节点。然后用保鲜膜在外面裹上2-3圈，上下两头用绳子或者是扎带扎紧。这就好像给植物的这个关节打了一个石膏，或者说是给它穿了一件保湿的羽绒服。透过这层透明的保鲜膜，你依然可以随时观察里面的情况。因为枝条还连着母株，母株巨大的根系依然在源源不断的把水分和养分输送上来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包在里面的枝条会干死。哪怕你忘了给水苔喷水，只要母株活着，这个枝条就活着，这就给了植物极大的安全感。在安全感十足的情况下，植物就会尝试着去探索这个湿润的新环境。很多人做这一步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包得太松。如果水苔和枝条之间有空隙，根系长出来之后接触不到水苔，就会干枯。所以一定要捏实，让水苔360度无死角的贴合在树皮上。另外，保鲜膜的上下口要扎紧，目的是为了锁住水分，不要让水汽跑掉。如果你发现过了半个月，里面的水苔变白了变干了，不用拆开，只需要拿一个注射器装点水，扎进保鲜膜里，注一点水进去，或者松开上面的扎口，喷点水再扎上就行。当那个透明杯子里已经挤满了白嫩嫩的根系，或者是透过保鲜膜看到水苔表面都爬满了根，甚至有些根已经迫不及待地穿透了保鲜膜钻出来透气的时候，很多人的心就开始痒了。
这时候你面临着整个繁殖过程中最惊险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哈哈哈，那就是剪断脐带，让这个新生命正式独立。这就像是孩子长大了终究要分家一样，虽然不舍，但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但是这一刀怎么剪，剪完之后怎么弄，直接决定了它是变成一棵生机勃勃的小树，还是在几天之内迅速枯萎。这一刀下去，意味着它从此失去了母猪的庇护，再也不能啃老了。所以在动刀之前，请务必确认根系的量是足够的。确定根系健康后，拿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最好用酒精棉片擦一下消毒。在那个生根节点的下方，也就是靠近母猪的那一侧，留出1-2公分的位置，果断的剪断。剪断之后，这个新植株就和你原来的那盆花彻底脱离关系了。这时候你手里拿着的就是一颗带着茂密根系的准盆栽。接下来就是上盆，也就是把水生根或者是水苔根转变为土生根的过程。这一步我们称之为假植或者过渡期。千万不要直接把它种到那种又大又深的花盆里，也不要直接用那种很肥沃的田园土，因为新长出来的根非常娇嫩，原本是适应了水里或者水苔里那种低阻力、高湿度的环境，突然把它塞进硬邦邦、透气性差的泥土里，它会窒息，甚至会被土壤里高浓度的肥料给烧死。你需要准备一个小一点的盆，关键是透气性要好。至于土，我强烈建议大家自己调配一点婴儿餐，去买一包泥炭土，再买一包珍珠石，也就是那种白色的小颗粒，按照大概3份泥炭土加1份珍珠石的比例混合起来。这种介质非常松软，抓在手里像棉花一样，透气性极好，根系在里面伸展几乎没有阻力，而且珍珠石能保证土壤里有足够的空气间隙，防止积水烂根。如果你觉得麻烦，直接买市面上那种育苗专用的营养土也可以，但千万别用工地上挖来的黄泥，或者是那种硬的像石头的旧土。种植的过程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温柔。先在小盆底下垫一点点土，然后把带着根系的枝条放进去。注意，如果是水苔包根的方法，那个水苔球要不要拆掉？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水苔包的不是很紧，根系已经钻出来了，那就别拆了，直接带着水苔球种进去。强行拆水苔很容易扯断那些细小的根毛，那是植物吸收水分的关键。如果水苔包的特别大、特别紧，你可以轻轻的扒拉掉外围松散的部分，核心护着根的那一部分千万别动。如果是水培出来的根，放进土里的时候要让根系自然散开，不要窝成一团。一手扶着苗，一手慢慢的往里面填土。填满之后，不要用手使劲按压，别把根给压断了。你可以轻轻的震动花盆，让土壤颗粒自然沉降，填满根系之间的空隙。种好之后，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那就是浇定根水。这第一次水一定要浇透，慢慢的浇，直到看到水从花盆底下的孔里流出来为止。这不仅仅是为了给植物补水，更重要的是利用水流的力量，让土壤和根系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排出多余的大气泡。浇完水，这盆新花是不是就能摆在阳台上了？绝对不行。这时候的它身体极其虚弱，根系刚刚换了环境，工作效率还没恢复，而叶子却还在不停的蒸发水分。如果这时候遇到大太阳或者是大风吹，叶子里的水分几分钟就被抽干了，而底下的根又供不上水，这棵苗就会迅速耷拉脑袋，甚至直接枯死。所以我们必须给它进加护病房。所谓的加护病房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高湿度的环境。找一个透明的大塑胶袋，把整个花盆连同植株一起套进去，往袋子里喷一点水雾，然后把袋口扎起来，留一个小小的缝隙透气。或者是找个大的透明收纳箱，把花盆放进去，盖上盖子。这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温室。在这个环境里，湿度接近100%，叶子的水分蒸发几乎停止了，这就给了根系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土壤，去慢慢恢复吸水的能力。把这个套着袋子的花盆放在家里明亮但是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比如北边的窗台，或者离阳台2-3米远的桌子上。千万别晒太阳，这时候的太阳就是杀手。在这个闷痒的期间，你每天只需要打开袋子看一眼，
如果袋子内壁上全是水珠，说明湿度够了。如果袋子干了，就喷点水。如果发现叶子挺立起来了，精神头很足，就可以稍微把袋口打开大一点，让它接触一点外面的空气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持续1周到2周，我们叫它缓苗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娇嫩的根系开始抓住土壤，叶子也变得硬朗起来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掉袋子，今天去1小时，明天去2小时，循序渐进的让它适应外界的环境。同时也可以慢慢的让它见一点散射光，比如早晨8、9点钟柔和的阳光。当你发现这棵新苗的顶端开始冒出新的嫩芽，或者叶柄处钻出了新的小叶子，那就恭喜你，大功告成了。这意味着根系已经完全适应了土壤环境，并且开始正常工作，输送养分支持新的生长了。这时候它就是一棵真正独立的植物了。你可以把它移栽到漂亮的大花盆里，也可以开始给它施一点淡淡的薄肥，让它加速生长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全部，那你还是小看了这个方法的潜力。我们刚才说的只是1变2，把一根枝条变成一盆花，但我们的主题是变森林。真正的高手会把这个方法玩出花来，那就是连续压条法，或者叫蛇形压条法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黄金葛、常春藤、球兰这种藤蔓特别长的植物。你不需要把长藤剪成一段一段的，你可以准备好几个装满土的小花盆，一字排开，然后把那根长长的藤蔓像波浪一样，一个节点压进第一个盆里，留一节在外面，下一个节点压进第2个盆里，再留一节，再压进第3个盆，就像一条蛇在草丛里穿行一样。每一个压进土里的节点，你都用发卡或者小石子固定住，稍微盖点土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惊人的，因为整根藤蔓都没有切断，母株的营养像输油管道一样，源源不断的输送给这串联的每一个节点。这些节点在土里会疯狂的长根，哪怕其中某一个节点暂时长得慢，它也有前后的兄弟支援，绝对死不了。等到这一串花盆里的节点都长好根了，你再拿起剪刀，在2个花盆之间的藤蔓上咔嚓几刀，瞬间你就拥有了5、6盆，甚至10几盆独立的花。这种效率才是真正的阳台变森林。而且这种不剪断的繁殖法还能玩出很多造型艺术，比如你可以把花盆挂在墙上，把藤蔓牵引到墙面上的不同固定点进行高压，等生根后直接就形成了一面绿植墙的雏形。或者对于那些原本很难扦插成活的木本植物，比如茶花、杜鹃，甚至是一些果树，比如无花果、柠檬，用这种高压法，成功率几乎是100%。你想想，如果去买一棵稍微大一点的柠檬树苗要多少钱？而你只需要在朋友家的树上包一个水苔球，2个月后捡回家，就是一棵当年就能结果的大苗。这不仅仅是省钱，更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感。当然，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，比如有时候你会发现包了水苔的那个部位，打开一看，不仅没长根，反而树皮发黑腐烂了。这通常是因为水苔太湿了，或者是那个伤口没有处理好，感染了病菌。遇到这种情况别灰心，把腐烂的地方剪掉，清理干净，在枝条的更上方重新选一个节点，吸取教训，把水苔挤得更干一点，重新再来一次。植物的生命力是无限的，只要你愿意尝试，它总会给你机会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根长出来了，但是移栽到土里后，不管怎么闷养，叶子还是不停的发黄脱落。这可能是因为选的土太肥了，或者是移栽的时候伤根太重。这时候狠心一点，把发黄的大叶子剪掉1半，甚至是全部剪掉，只留一点点叶柄，减少了水分消耗，根系的负担就轻了。过段时间它还会重新憋出新芽来。